你有玩交友软体、网恋或者是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吗？如果你发现你每天聊天互吐心事的那个对象根本不存在，那你会怎么办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《体坛秘话：不存在的女友》这部纪录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刚刚说的那个情境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它确实的发生在10年前美国的美式足球球坛。当时一位超级新星曼泰提欧呢，在祖母跟女友接连过世的打击下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带着球队打进全国大赛，因而声名大噪。但没有想到呢，后来媒体却爆料，曼泰号称交往2年的女友其实根本不存在，跟他谈远距离恋爱的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名年轻男子，而且他人还活得好好的。接着舆论就爆炸了，很多人认为曼泰一定是为了博取球迷的眼球才自导自演这一出戏。毕竟远距交往2年，就算不见面，打通电话就一定知道是男生，怎么可能会被骗呢？那可不一定哦，因为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呢，还真的可以听到曼泰女友的电话录音，听得出来是女生在讲话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不存在的女友诈骗始末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？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无论是企业官网、互动答题、一页式的网页，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，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，再呈现给受众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，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，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，持续累积曝光流量。现在就联系我们，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，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。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。曼泰提欧在2009到2012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美式足球选手。他在大学的期间带着已经没落将近20年的圣母大学球队，一年越打越好，渐渐有重返往日荣耀的气势。而4年下来，凝聚了数十万球迷的热血支持。但是就在大4的最后一个赛季，他的祖母跟女友却突然在同一天相继过世。这个悲痛的消息深深打击了他，却让曼泰化悲愤为力量，在同一周的比赛中呢，大杀四方，带领圣母大学打进了睽违25年的全国大赛。而在媒体公开访问曼泰感想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一切的努力与成就都献给了祖母与女友。而这个为了挚爱冲上巅峰的故事，很快就在全美的体育界疯传，变成了媒体与大众津津乐道的足球神话。但就像前面提到的在全国大赛开打之后呢，有媒体披露他的女友根本不存在。于是各家的媒体就开始追踪报道，想要知道这么夸张的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曼泰是为了吸引目光才编造故事的吗？还是曼泰其实是深柜，所以才把男友故意讲成女友呢？纪录片的一开始呢，就从曼泰的视角开始说起。曼泰是夏威夷人，在波里尼西亚文化当中长大。他的家乡气候宜人，信仰虔诚的基督教，但圣母大学位在相对寒冷的美国北部，是一所知名的天主教学校。两个地方的宗教文化、气候差异非常大，因此对于曼泰来说呢，大学生活其实并不好适应。他在大1的时候，在脸书上面认识了一个正在加州史丹佛大学念书的女生莱娜。两人呢，从大3开始密切的传讯息聊天，慢慢的发展成了稳定的远距离网恋。而这个网络上面的莱娜呢，跟曼泰一样，有着波利尼西亚式的成长背景，人生呢也都以信仰、家庭、足球为核心。他们不止呢在文化上面能够互相理解，莱娜呢也能够依照对于足球的了解，替曼泰加油，给他指点，更时时提醒他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专注目标。这段网恋呢，在曼泰的心中呢，就像是他乡遇故知一样，亲切又温暖。对他来说，这段感情的一切都无比真实，而莱娜更是他重要的情感支柱。但奇妙的是，曼泰呢与莱娜从认识到交往一共4年，中间完全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视讯过。曼泰难道都不曾觉得奇怪吗？从曼泰的角度来看，他有很多不需要怀疑的理由。例如刚认识莱娜的时候呢，曼泰的表哥根据脸书的照片说自己也认识莱娜，他们也聊过天。而在交往期间，他跟莱娜常常讲电话，朋友们也都听过莱娜的声音。在纪录片里面呢，也有莱娜的电话录音听起来真的就是女生的声音。甚至曼泰呢还跟莱娜的表哥小侄女讲过电话。我有点奇怪的就是，每次曼泰想要跟莱娜见面的时候，莱娜就会用各种借口推脱，说她的网络坏掉了无法视讯，或是时间搭不上没有办法见面。不过对于曼泰来说，虽然无法见面，可是还能够讲电话，再加上他自己也很忙碌，所以他没有想太多。直到媒体爆料出来之后呢，他才惊觉女友并不存在的这个事实。那么这个莱娜到底是谁？
事实上呢，4年来在网络后面跟曼泰聊天的人，一直都是一个叫做罗纳雅的男子。罗纳雅的年纪背景啊，都跟曼泰差不多，也出生在足球家庭。而当年罗纳雅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比较想当女生，而她喜欢的则是男生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告诉别人，所以她为了替自己找一个宣泄的出口，罗纳雅呢在脸书上面办了一个虚构的莱纳账号，并且盗用了她觉得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的照片，而其余的资讯呢都是用她自己的真实个人资讯。罗纳雅常常用莱纳的名义呢，在网络上面交朋友，也有过几个暧昧对象，但只要对方一要求见面，她就会立刻封锁对方，结束关系。可是自从认识曼泰之后呢，罗纳雅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他，不论如何呢，都舍不得跟曼泰切断联系，所以他只好一边交往，一边用各种借口推脱，不跟曼泰见面。只是借口也有用完的一天哦。某次罗纳雅在走投无路之下呢，决定先骗曼泰莱纳出了严重车祸，后面不醒，正在住院治疗。但这个谎言呢，却没有帮助他们分开，反而让他们2个人越陷越深，也让情况从糟糕变得难以理解。莱纳出车祸之后呢，罗纳雅用表哥的名义通知曼泰这个坏消息，并告诉他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关心。而后来的1个月里面呢，曼泰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罗纳雅，而罗纳雅接起电话之后呢，就会自导自演莱纳呼吸的声音给曼泰听。直到有一天呢，罗纳雅终于忍不住，决定醒来，用莱纳的声音呢叫了曼泰的名字，让曼泰欣喜若狂，超级感动。当时呢，曼泰觉得自己的诚心唤醒了一个昏迷的人，却不知道事实上呢，只是罗纳雅还放不下他。罗纳雅让莱纳醒来之后呢，为了继续躲避跟曼泰见面，又假装莱纳呢被诊断出白血病，必须要长期的住院治疗。于是曼泰也没有再强求2个人要再见面，就这样子继续维持网恋的关系，直到大4最后的那一个赛季。大4的那一年，曼泰表现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受到众人的追捧，但2人的关系却开始出现了裂痕。2012年9月的某个早晨呢，曼泰接到了祖母过世的消息，接着他又在心情低落的状况之下跟莱纳发生争执。挂掉电话的罗纳雅呢，一气之下决定告诉曼泰，莱纳不敌病魔过世了。连续接到2个噩耗的曼泰呢，世界瞬间天崩地裂，而罗纳雅也坦诚，他有预感撒这个谎可能会有严重后果。果然呢，隔年的1月，媒体的爆料很快就出现了。协助爆料报道的是一家体育小报，当时报社的2位编辑接到线报说，曼泰女友的事情并不单纯，于是他们认真对比了所有提到莱纳过世的新闻报道以及网络消息，发现事件资讯的确有很多的出入，感觉事有蹊跷，于是呢就决定开始全力的追踪，拼凑出事情真相。最终他们发现了罗纳雅的存在，也找到了莱纳脸书照片的那位本人，于是这场诈骗背后的关键人物以及大致的轮廓就这样子成型了。报道一出，因为故事的反转太强烈，所以一夕之间，全美所有新闻媒体与谈话节目呢，都不间断的用头条规格在追踪这个八卦。大家都想不透曼泰怎么会被骗成这个样子，有人笑他太笨，有人气他欺骗球迷的感情，更有不少人质疑他会不会是不敢出柜的同志。而为了厘清事件，当时曼泰跟罗纳雅都有分别去上电视访谈，可惜澄清效果有限，反而只是制造出更多炒话题的素材。例如罗纳雅几乎等于被迫公开出柜，还要在节目上面示范要怎么样用女生的声音假装是莱纳在说话，而曼泰的访问呢，则被剪辑成了迷因的歌曲，做成梗图在全网流传。不用说，这个丑闻深深打击了曼泰的形象。在2013年富比士公布的全美最不受欢迎运动员当中，曼泰甚至高票获得了亚军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越到后期大家越深信曼泰就是深柜，整出的诈骗案呢，都是他为了隐藏自己的性向而自导自演的谎言。曼泰就这样子一夕之间，从拥有励志故事的体坛新星，变成了众人的笑柄。舆论带来的压力与陌生人的嘲笑，也让他失去了站在球场上面的自信，对人的信任感，更带来了这个挥之不去的焦虑困扰。纪录片的叙事视角呢，是从现在往回看1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。曼泰的纪录片当中说，他后来慢慢学会原谅自己，不再因为被骗而自我谴责，同时也试着去相信世界上面还是有欣赏他的人。而他跟罗纳雅虽然从媒体报道前就再也没有联络过，但曼泰说他也已经原谅罗纳雅了。罗纳雅在事件之后呢，则决定接纳自己真正的样子，成为了跨性别女性。只不过一直到纪录片上线前，曼泰都还不知道罗纳雅的性向以及他假扮这个莱纳的真正动机。
这个故事发生在10年前哦，那个脸书环境很单纯，大家还在找国小同学的年代。当时媒体用网络诈骗这个新兴名词来描述曼泰的遭遇，这对曼泰来说简直是前所未闻。确实哦，这个事件并不像典型的诈骗案，通常诈骗的加害者背后呢都会有个目的，想要从被害者身上获得一些好处。但在访谈当中呢，当时的他们都把彼此视为重要的依靠，撇除媒体后续的效应不说，两人更像是谈了一场有所隐瞒的恋爱。那当然哦，罗娜雅在事件当中的很多选择都称不上是成熟，甚至可以说是处理得很糟糕。而这部分呢，我们推荐大家自己去看看《不存在的女友》这部纪录片，听曼泰跟罗娜雅亲口描述当时的心情跟感受，张力真的很强。影片里面呢，有许多当初做报道的记者们的反思，也很值得一看。那么今天的最后呢，就要来问大家，你听完曼泰的故事，你觉得曼泰实在有够衰哦，老天爷的这个玩笑也开太大了吧？比本来也没怎么样，都是媒体爱造神又爱落井下石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这也算是一个纯爱故事吧。提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不存在的女友的离奇故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真正的诈骗故事、Tinder 大面图以及创造安娜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